准备好你的耳朵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将走进一位既能上马杀敌，又能下马治国的硬核战将吴起。他是魏国的武风，鲁国的弃子，楚国的兵神。三国辗转，他一次次用战功证明自己，一次次又被猜忌、被排斥，直至血洒朝堂。在魏国，他练兵如铁，开疆拓土；在鲁国，他力推法治，却因门阀势力被迫出走；在楚国，他重整军队，打出楚国100年未有的军威，却最终被贵族围攻，身死政变之中。他是用生命对抗腐朽的改革者，也是把军队变成战神之刃的操刀者。今天我们不只讲吴起打了多少胜仗，而是带你看一个人如何用热血和牺牲撞开变法的铁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可以为了功名，为了心中的理想，做到什么地步？吴起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部血淋淋的传奇。他出生在魏国左氏，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原本应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可他偏不，他心中燃着一团火，一团渴望建功立业、名垂青史的野心之火。年轻时的吴起意气风发，四处游学求官，耗尽了家财，却始终不得志。你想想，一个心高气傲的少年，带着满腔抱负，却屡屡碰壁，那份挫败感该有多么噬心。史书上说，他曾因此被人嘲笑，而他没有选择忍气吞声，而是手起刀落，一连杀了30多个讥讽他的人。然后呢，他逃走了，留下母亲，毅然踏上了逃亡之路。在临行前，他咬破手指，对母亲发下毒誓：我吴起如果不做卿相，就永远不回魏国。这誓言是孤注一掷的决心，也是他往后人生道路上那份偏执到近乎疯狂的底色。你以为他会就此沉沦？不，吴起骨子里有一种韧劲。他千里迢迢跑到鲁国，拜在了儒家大师曾参门下，寻求学问，也寻求机会。曾参是谁？那是孔子72贤人之一曾子的儿子啊。按理说，吴起在这里应该学习仁义礼智，修身养性。可吴起这个人，他身上流淌的血液里似乎就写着实用主义4个大字。他可以放下身段去学习，但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实现他更大的抱负。所以当曾参的弟子们发现，这个吴起虽然学问精进，却依旧带着那股子狠劲，甚至在曾参的母亲去世时，他因为自己母亲还健在，就拒绝奔丧，这与儒家倡导的孝道格格不入。曾参最终将他逐出门下。但这又如何？吴起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回头路3个字。他离开了儒家，却也学到了治国的皮毛和军事的谋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学到了如何在乱世中生存和崛起。机会终于来了，鲁国与强大的齐国交战。鲁国国君鲁穆公对吴起的军事才能早有耳闻，却对他那份狠劲有所顾忌。尤其是吴起的妻子正是楚国女子。在那个国与国暗斗不断的年代，一桩跨国婚姻本是寻常，可一旦风向变化，这层关系就成了令人怀疑的隐患。鲁穆公犹豫了，吴起会不会对楚国心存情感？关键时刻会不会下不了手？吴起知道，这一刻决定他命运的走向。他没有辩解，也没有多言，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斩断疑虑，亲手杀了妻子，取其首级献给鲁军。像那一幕，一个男人亲手杀掉与自己枕边相伴的妻子，只为了博得一份信任，一场仕途。是忠诚还是冷酷？是理智还是疯狂？哪怕放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也令人毛骨悚然。鲁穆公震惊了，也被说服了。他明白，面前这位男人或许可怕，但正是他要的那种能成大事的人。吴起就这样得到了鲁国的兵权。他带领鲁国军队
与齐军在艾陵展开决战。吴起深知鲁国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齐国，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治军方略。他首先严明军纪，奖惩分明，让每一个士兵都清楚，打仗不是儿戏，那是关乎生死的国家大事，也是他们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在战场上，他亲自披甲上阵，身先士卒，与士兵同甘共苦。在艾陵之战中，吴起运筹帷幄，利用地形和兵力，出奇制胜，大败齐军，一举扭转了鲁国的颓势，让鲁国在列强环伺中保住了颜面。这一战让吴起名声大噪，他用血淋淋的现实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可鲁穆公在震惊之余，心中却生出了更深的忌惮。一个能为公民亲手杀妻的人，谁知道他以后还能做出什么？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军事才能的人，又会不会功高盖主？所以尽管吴起立下赫赫战功，鲁穆公最终还是听信谗言，解除了吴起的兵权，并将他驱逐出鲁国。吴起再度成为了一个流浪者，一个手握绝世武功却无处施展的孤狼。他离开鲁国，来到了魏国。当时的魏国是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魏文侯在位，求贤若渴，他不仅任用了法家代表李悝进行变法，更广纳天下英才。吴起带着他那份在鲁国未能尽显的抱负，踏入了魏国的都城安邑。魏文侯听说吴起来了，立刻召见了他。这场君臣的会面注定要载入史册。魏文侯问吴起：你这个人贪婪好色，名声不太好，可你又能指挥三军，连强国也不敢与你为敌，这该如何评价你呢？吴起没有辩解，他直接说道：论修身养性，谨小慎微，我不如孔子的弟子；论统领军队，使敌人不敢进犯，三军无不听命，我吴起当属第一。这份自信，这份狂傲，瞬间震动了魏文侯。他看到了吴起身上那种不拘小节却又极度实用的才能。他知道魏国要称霸天下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把嗜血的利剑。魏文侯最终将吴起任命为上将军，统领魏国军队。吴起在魏国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。他首先做的就是打造一支举世无双的精锐部队——魏武卒。你可能听过秦国的虎狼之师，但你知道吗？魏武卒才是战国时期最早也是最强的职业化军队。吴起是如何训练这支部队的？他提出了严苛到变态的标准，每一位魏武卒士兵都需负重疾行100里，训练极为严酷，堪称战国军队精锐之最。这可不是简单的体能训练，这简直是对人体极限的挑战。一旦通过考核，他们就能获得家族的免税特权，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能获得国家俸禄。而那些无法通过考核的，立刻淘汰，甚至有可能连同家族的特权一起被剥夺。这巨大的奖惩制度让每一个魏武卒都拼尽全力，他们不再是为了活命而战，他们是为了荣誉而战，为了家族的未来而战。吴起亲自与士兵们同吃同住，睡在行军帐篷里，吃着粗茶淡饭，与最低级的士兵分享着最简陋的一切。有史书记载，吴起关心士卒，甚至亲自照料病患，深得人心。这样的将军，谁能不为他卖命？这样的军队，谁又能阻挡他们的锋芒？魏武卒在吴起的率领下开始横扫天下。他们首先瞄准了西方的老对手秦国。秦国占据着函谷关以西的富饶之地，是魏国向西扩张的拦路虎。吴起率领魏武卒连续攻克秦国5座城池，将秦军彻底赶出了河西地区。河西之地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为魏国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和资源。秦国从此被困在函谷关以内，
几乎被魏国掐住了咽喉，长达数十年都难以翻身。这仗打得有多狠？史书上说，吴起在河西地区与秦军多次交战，屡战屡胜，这让魏国一跃成为天下霸主，称霸中原，无人敢与之争锋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不，吴起并没有满足于此，他还将魏武卒的战火烧向了南方的楚国、北方的赵国以及东方的齐国。他率军与齐国在黄河边决战，与赵国在长城下较量，与楚国在长江畔争雄。每一次，魏武卒都像一把出鞘的尖刀，将对手的防线撕裂得粉碎。魏国在吴起的指挥下达到了国力的巅峰，魏文侯、魏武侯两代君主都对他倚重有加。然而，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意味着危机的降临。魏武侯继位后，虽然继续重用吴起，但吴起在魏国的根基并不深厚。他的军功，他的威望，让那些世代高官的魏国贵族们感到不安。他们开始在魏武侯耳边吹风，诋毁吴起，说他刚愎自用，说他贪得无厌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国丞相公叔痤。公叔痤病重之时，魏武侯亲自前往探望。公叔痤心知自己时日无多，便对魏武侯进言道：臣死后能担任丞相之位的非吴起莫属，但是吴起是个残暴寡恩之人，如果您无法完全信任他，那就请您务必除掉他。魏武侯听后心中大为震惊。公叔痤又说：请您试试他，您可以召见吴起，在朝堂之上，您对他表现的冷淡，然后让他看您的表情，看他如何反应。魏武侯依计而行。当吴起看到魏武侯对他态度冷淡时，他心中明白了什么，立刻离开了魏国。公叔痤得知后，又派人去追赶吴起，并对吴起说：您看，君王最终还是不信任您，您还是走吧。吴起离开魏国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在这个国家立足了。这出看似简单的宫廷剧，背后却藏着深深的权谋。公叔痤并不是真的要陷害吴起，他只是想让魏武侯看清吴起的性格，让魏武侯在没有公叔痤的情况下，能独立做出对吴起是用还是废的判断。而吴起呢，他明白魏武侯心中对他的猜忌，也明白魏国对他这样一位外来将领终究无法做到100%的信任。他或许很早就知道，自己杀妻求将的手段虽然一时奏效，但也为他埋下了无法被真正信任的种子。当他看到魏武侯眼中的猜疑时，他知道是时候离开了。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，一个如此功勋卓著的将军，却因为君臣之间那一点点的猜忌，最终分道扬镳，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悲哀吗？离开了魏国的吴起，没有选择隐居山林，他骨子里的那份抱负，那份对实现自己治国方略的渴望，让他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南方的楚国。当时的楚国虽然地域辽阔，物产丰饶，但内部却极其腐朽，贵族势力盘根错节，特权阶级垄断了朝政和资源，贫富差距巨大，国家财政空虚，军队士气低落，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而臃肿的病夫。楚悼王继位后，眼见国家衰败，急于变法图强。他听闻吴起在魏国的赫赫威名，更听闻他治军严明，便立刻召见了吴起，并任命他为楚国的令尹，相当于丞相，给予了他极大的权力，让他主持变法。楚悼王对吴起说：先生的才能我早已仰慕，如今楚国衰弱，全赖先生拯救。吴起知道，这是他此生最后的机会，也是他实现自己抱负的绝佳舞台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，比李悝在魏国的变法，比商鞅在秦国的变法，都要来得更为激进，也更为彻底。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妥协，因为他知道楚国已经病入膏肓，必须下猛药才能起死回生。他首先做的
就是削弱贵族特权，革除弊政。他下令，凡是那些依靠世袭俸禄、没有实际功绩的贵族，一律削减俸禄，甚至废除特权。那些依靠特权占据山林湖泊、盘剥百姓的贵族，他们的土地和资源全部收归国有。那些享受特权却无所事事的官员，一律裁撤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在当时简直是捅了马蜂窝？楚国的贵族们世代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，吴起这一刀直接砍在了他们的命脉上。其次，他整顿吏治，强化中央集权。他废除了那些冗余的官职，统一了法令，严禁私斗，严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。他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楚悼王手中，让楚悼王真正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君主。你想想，过去那些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贵族和官员，现在突然发现自己的权力被剥夺，自己的利益被侵犯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他们会恨得牙痒痒，恨不得将吴起生吞活剥。第三，他精简机构，裁撤荣官。那些不称职的官员，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子弟，统统被吴起罢免。他将节省下来的钱财全部用于充实国库，扩充军备。同时，他还强制那些富裕的大家族迁往偏远荒芜的边境地区，让他们开垦荒地，充实边防，同时也是为了削弱他们在都城的势力。这招可谓是一石二鸟，既增加了边防力量，又削弱了内部的反对势力。第四，他强化军事，提升战斗力。他参照魏武卒的模式，在楚国也建立了精锐部队，严格训练，赏罚分明。他亲自与士兵们同吃同住，再次展现了他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一面。在吴起的整顿下，楚国的军队焕然一新，战斗力大幅提升。吴起变法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仅仅几年时间，楚国国力大增，兵强马壮，财政充裕，曾经的病夫重新焕发了生机。吴起率领楚国军队向南用兵100月，拓展了楚国在南方的势力范围，向西攻打秦国，甚至将秦国逼退到雍城；向北攻打魏国，收复了之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。曾经轻视楚国的周边诸侯国，现在都对楚国刮目相看，甚至心生恐惧。史书上说，吴起在楚国南并百越，北并陈、蔡，却3晋，西伐秦。这份功绩可谓是彪炳千秋。你有没有觉得吴起就像一个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将军？当他把同样的刀法用在内政上时，也同样是雷厉风行，不留情面。他用军人的效率和铁腕推行着他的理想。然而，正是这份激进和不妥协，也为他埋下了致命的祸根。他的变法触动了太多贵族的奶酪，剥夺了太多权贵的利益。这些贵族，他们世代享受特权，怎么可能甘心被一个外来者如此粗暴地剥夺一切？他们恨他，恨得要死，但碍于楚悼王对吴起的信任和支持，他们只能将这份恨意深埋心底，等待着复仇的机会。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，吴起在楚国大刀阔斧地改革着，楚悼王则全力支持着他。这对君臣，一个有决心，一个有能力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然而，命运却总是喜欢开玩笑。公元前381年，楚悼王突然驾崩。对于吴起来说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。楚悼王是他的唯一靠山，是他的保护伞。当这把保护伞轰然倒塌，那些被他压制了多年的贵族和旧势力，就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，开始蠢蠢欲动。楚悼王驾崩的消息刚一传出，整个楚国朝堂就像炸开了锅。那些被削减俸禄、被剥夺特权的贵族们，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。
他们知道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，也是最好的机会。他们要报复吴起，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吴起看着蜂拥而至的贵族士兵，看着他们脸上狰狞的笑容，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。他没有选择逃跑，也没有选择反抗，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大事面前，任何反抗都是徒劳。他只做了一件事，一件足以震撼后世，也足以让所有人重新审视他魔鬼身份的事情。他径直走向楚悼王的灵柩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喊：臣吴起愿与大王同死，请大王为我做主。那些手持弓箭的贵族士兵们原本已经拉满了弓弦，箭矢瞄准了吴起，但当吴起倒在楚悼王尸体上时，他们犹豫了。射杀吴起就意味着箭矢可能会射中楚悼王的尸体，而射中君王的尸体在那个时代是十恶不赦的大罪，是对君王和社稷的极大不敬。他们不敢轻易动手，然而怒火和仇恨已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，让他们失去了理智。最终还是有人按捺不住，箭矢如雨点般射向了吴起。吴起就这样被乱箭射死，倒在了楚悼王的灵柩之上。当他的身体倒下时，鲜血浸染了楚悼王的尸体。吴起死后，尸体惨遭肢解，场面极其惨烈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们心中的滔天恨意。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不，吴起的狠在死后依然震慑着楚国的朝堂。当新继位的楚肃王得知吴起是被乱箭射杀在先王的尸体上时，他勃然大怒。因为吴起这一举动无疑是将自己与先王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，让那些射杀吴起的人同时也成为了涉王的罪犯。楚肃王下令，凡是参与射杀吴起、箭矢射中楚悼王尸体的贵族和官员，一律满门抄斩。仅仅因为这一事件，楚国贵族被诛杀的高达70多族。吴起用自己的生命，甚至用自己死后的策略，完成了对楚国贵族势力的又一次清洗，彻底震慑了那些心怀不轨的势力。这是吴起最后一次为楚国扫清障碍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向世人展示他那份对权谋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吴起死了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。他杀妻求将，被儒家斥为不仁；他抛弃母亲，被伦理道德所不容；他功高盖主，最终被魏国抛弃；他激进变法，最终被楚国贵族所杀。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说他是刻薄寡恩、用兵残暴的魔鬼，有人说他是智勇兼备、治国用兵的奇才。那么他究竟是魔鬼还是开拓者？他当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，他身上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冷酷和决绝。在那个诸侯争霸、弱肉强食的战国乱世，仁义道德有时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吴起之所以能屡次在绝境中崛起，之所以能让魏国和楚国在短时间内强盛起来，正是因为他敢于打破常规，敢于抛弃那些陈腐的旧观念和旧制度。他追求的是富国强兵，是国家的崛起，是自己抱负的实现。他看到了旧贵族的腐朽，看到了传统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。他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毫不留情地切除了国家的病灶。他死后，楚国虽然因为贵族被清洗而暂时稳定，但因为变法的不彻底，楚国的衰落趋势并未完全逆转。而秦国在吴起离开魏国，魏国失去河西之地后，痛定思痛，开始学习吴起治军和变法的经验，最终在商鞅变法后，真正崛起为一头吞噬天下的巨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吴起所推行的那一套强军、强国、削弱旧势力的改革模式，对后来的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统一进程
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，但他所实践的那些思想却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吴起不是完人，他身上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优点，也有着常人难以接受的缺点。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血与火交织的战争史，一部权谋与改革并行的政治史。